能源供應一旦斷裂，澳洲的 LNG 和煤炭出口會瞬間大爆發，而紐西蘭卻只能被動承受衝擊。你可能會想，這又是一則離我們很遠、充滿數據的國際新聞，但我要直接告訴你，這不只是一則冷冰冰的新聞，它直接關係到你我口袋裡的錢，甚至決定了未來幾年你是能夠抓住機會實現財富自由，還是繼續在生活邊緣掙扎。你最近有沒有一種感覺，每個月繳完電費、加完油、買完日常用品，看住銀行戶口裡的數字，心裡總是一陣莫名其妙的恐慌？這種恐慌不是因為你懶，而是你感覺到有一隻無形的大手正在慢慢抽走你的購買力，每天都在擔心未來的日子怎麼辦。別擔心，這不是你的錯，這是大環境正在發生巨變。今天這支影片，我會用最簡單、最接地氣的方式，把這個看似高大上的能源危機拆解給你聽。就算你從來沒買過股票，不懂什麼經濟學，也絕對聽得明白。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在影片結尾，我準備了一個超級 bonus， 一個我自己都在偷偷布局的隱藏版投資機會，保證你在外面絕對聽不到，錯過真的會後悔。說真的，對於這次的能源供應斷裂，我自己感受特別深。前幾天我收到最新的電費單，打開信封的那一刻，我真的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跳都漏了一拍，那個數字真的讓我感覺到不可思議。物價和能源價格怎麼會飆成這樣？那種感覺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存了1年的錢，結果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冲走了一大半。那天晚上，我心情很煩躁，看住窗外冷清的街道，打電話給一個幾年前移民到澳洲布里斯本的好朋友吐苦水。結果你猜他跟我說什麼？他不僅完全沒有感受到通膨的壓力，最近居然還換了一台全新的越野車，甚至周末都在看黃金海岸的海景房。我當時心裡就想，憑什麼？大家都在同一個大環境下，同樣都在南半球，憑什麼我們在紐西蘭為了水電費發愁，澳洲人卻在狂歡？其實道理很簡單，大家想象一下，全村突然大停電，外面還颳住100年一遇的暴風雪，所有人都冷得發抖，甚至要拆家裡的家具來燒火取暖。而澳洲剛好就是那個家裡有一台超大發電機，地下室還囤了滿滿柴油，甚至倉庫裡還有吃不完的罐頭的土豪。現在全球的狀況就是這樣，因為地緣政治打來打去，大國之間互相制裁，以前那種便宜又方便，像自來水一樣隨取隨用的能源突然斷裂，買不到了，大家只能捧着大把大把的鈔票去求那個最安全、最穩定的供應商。根據官方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數据，澳洲的能源出口額已經無懸念地創下歷史新高，他們的 LNG 液化天然氣和煤炭現在就像是沙漠裡的冰水，多貴都有人搶着要。這背後的政治遊戲其實非常殘酷且現實，現在各國政府誰也不相信誰，大家都想找一個政治立場安全又資源豐富的國家買能源，澳洲就完美命中了這個紅利，所以澳洲政府現在真的是數錢數到手軟，整個國家的經濟被這些能源出口帶動的熱火朝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那個在澳洲早早布局了幾檔能源股的朋友，最近光是收股息就笑得合不攏嘴，生活過得超級滋潤。這就是財富的轉移，當危機發生的時候，資源在哪裡，錢就往哪裡流，而且這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翻轉。你要明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擁有實物資源的人才是真正的王者，而那些只靠數據、靠想象力撐起來的泡沫，在能源斷裂面前根本不堪一擊。但問題來了，同樣在南半球，常常被大家放在一起比較的兄弟之邦，為什麼澳洲吃香喝辣，我們紐西蘭卻只能當個冤大頭，被動承受這一切的高物價和能源短缺？我們紐西蘭到底做錯了什麼？在這種看似絕望的被動局面裡，又藏着什麼我們普通人可以逆襲翻身的賺錢機會？你可能會想，不對啊，我們紐西蘭不是號稱100%純淨、水力發電超強的綠色天堂嗎？怎麼會缺能源，缺到要大家省電？這就是最讓人心痛也最現實的地方。我必須帶大家回顧一段真實發生的歷史，這不是我編的故事，這是血淋淋的教訓。就在幾年前，大約2018年的時候，當時的政府為了在國際舞台上刷存在感，想樹立一個環保先鋒的形象，在完全沒有準備好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大筆一揮，直接宣布停止發放新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氣勘探許可證。當時這個消息傳遍全球，國際媒體都在誇紐西蘭好進步，好有勇氣。但那時候我們這些普通人哪裡懂這背後的代價？我給大家舉個最真實的生活例子，這就像是你為了一家人的健康，某天早上突然心血來潮，決定從今天起不准家裡買外面超市的任何肉類，只能吃自家後院種的那幾棵有機白菜。
聽起來很美好，很高尚，對吧？但問題是，你完全沒有考慮到，如果老天爺不下雨，白菜枯死了怎麼辦？結果旱災真的來了，你家後院沒菜了，全家人餓得眼睛發綠。這時候你只能連夜敲開村口那家你平時最看不起，覺得最不環保的黑心超市大門，跪着求人家賣你一點高價剩菜。這就是紐西蘭現在的窘境，我們太依賴看天吃飯的水力發電了。只要遇到所謂的前旱年，南島那些漂亮的水庫水位一下降，發電量根本入不敷出。以前我們自己還有充足的天然氣，可以像救火隊一樣隨時頂上，但因為那個自費武功的政策，我們自己的天然气井越挖越深，產量越來越少，投資者早就跑光了。那停電怎麼辦？總不能讓奧克蘭的醫院停擺，讓工廠全部倒閉吧？所以殘酷的現實來了，我們這個天天喊住純淨環保的國家，最後只能默默啟動北島的亨特利火力發電廠，然後花超高的，甚至是平時幾倍的代價，從印尼，甚至從隔壁的澳洲，一船的把那種最傳統、碳排放最高的煤炭買回來燒，你說諷刺不諷刺？政客們在國際氣候峰會上賺足了面子，拿到了一張張漂亮的政治選票，但背後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能源成本，卻是我們每一個每天辛苦工作的人，每個月看住那張貴的離譜，甚至要占掉收入1/3的電費單，再默默買單。這種感覺就像是你明明是家裡的受害者，卻還要被逼住去支付兇手的律師費一樣憋屈。說實話，幾年前當我第一次徹底看清楚這層能源邏輯的時候，我整個人是憤怒到發抖的。我感覺我們都被那些漂亮的口號給騙了。但後來我冷靜下來，看住銀行賬戶裡日益縮水的餘額，我突然醒悟了，抱怨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用的事情。你抱怨1萬次，上街抗議10次，你的電費也不會少1毛錢，甚至還會因為心情不好影響你的工作效率。既然我們改變不了大國的博弈，也改變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為了民生做的決策，那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不過就加入它。既然大環境已經注定了錢要往資源方流動，那我們就要學會換位思考，不要再站在被收割的一方，而是要提早站在財富流動的必經之路上等住。這就是我要跟你們分享的財富密碼。很多人一聽到什麼能源轉型、綠能趨勢，就覺得傳統的煤炭、天然氣這些老掉牙的東西肯定死定了，覺得現在去碰這些就是自投羅網。我必須嚴肅地告訴你，這是一個超級致命的投資誤區，也是最容易讓普通人掉進去的心理陷阱。真相是什麼？真相是全世界確實都在喊住要換電動車，要蓋太陽能板，但這個所謂的轉型過程不是你按一下家裡的電燈開關就能瞬間搞定的，它需要非常漫長的過渡期，甚至可能要幾十年。而在這個過渡期裡，像澳洲出產的優質 LNG 液化天然氣和高品質煤炭，就是全球經濟活下去的保命丸。你不買，有的是發展中國家排隊捧着美金搶着要。這就意味着在未來可見的5到10年內，這些掌握住核心傳統能源供應的巨頭公司，他們的利潤不僅不會因為環保口號而減少，反而會因為市場上供應鏈斷裂、物以稀為貴而持續爆發。我身邊有一個很真實的案例，這是我一個認識多年的老大哥，他平時做人非常低調，穿的不顯眼，開的也是普通的二手車，但他在投資上的眼光極其冷靜。前幾年大家都瘋了似的去炒那些什麼科技概念股、新能源泡沫的時候，他偏偏不為所动。他每個月雷打不動的拿出一部分閒錢去定投澳洲那幾家掌握着實體氣田和煤礦的出口商股票。當時朋友圈裡很多人都笑他，說他跟不上時代，說他在投資夕陽產業。結果呢，這2年國際局勢一變，能源價格直接一飛沖天，那些天天喊着要改變世界的科技概念股跌得慘不忍睹，甚至有的直接清零。而他買的那些所謂老派能源股，股價翻了幾倍不說，每年光是派發的高額股息就足夠他支付全家人1整年的水電費、保險費，甚至還能每年帶全家去歐洲坐頭等艙度假。他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非常清楚。他說，既然你們這些大環境的決策逼住我用高價去買能源，逼住我支付昂貴的生活成本，那我就反過來去買這些能源公司的股份，讓你們從我身上賺走的利潤，最後以股息的方式成倍的回到我的口袋裡。這就是富人的逻輯，這就是所謂的對冲生活成本。你不能只當一個消費者，你必須學會當一個擁有者。我們再來看未來的走勢分析，現在是2026年，如果你還在用2020年的舊思維來看市場，那你注定是被收割的那一個。根據最新的地缘政治情報和出口数据，澳洲的能源地位只會越來越穩固，因為在混亂的世界裡，穩定就是最高昂的溢價。
很多人問我，現在進場會不會太晚？會不會成了接盤俠？你要看的是這些公司的現金流。當一家公司手裡握着幾十年的資源開採權，而且全世界都求着它賣的時候，它的價值是不會輕易歸零的，反而是在這種通膨壓力巨大的環境下，實物資產才是你唯一的救生圈。我曾經也陷入過那種每天焦慮物價漲跌，覺得前途黯淡的心理狀態，但當我開始把關注點從消費轉向資產，從抱怨轉向布局，那種對未來的掌控感才真正回來。你不需要成為什麼金融天才，你只需要看懂最基本的供需關係，看懂為什麼澳洲人在笑，我們在愁，然後把你的小船綁在大船的旁邊跟住走就行了。但是投資這件事絕對不是閉着眼睛瞎買的，很多人看到利潤就衝動，卻沒看到背後的坑。既然我們已經看清了現實的無奈，也搞懂了資源背後的邏輯，接下來就是最錢貨的部分。在2026年這個節點，我們普通人具體該怎麼操作？目前的全球局勢極度緊張，尤其是這2天荷姆茲海萊因為地緣衝突幾乎陷入半封鎖狀態，郵輪通行量大幅下降，保險成本飆升，讓全球能源供應鏈進入一種隨時可能斷裂的敏感期。而國際油價在突破$100後又再度走強，甚至出現超過9%的漲幅，市場情緒完全被地緣風險主導，這對我們生活在紐西蘭的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痛。如果你現在手頭有一點閒錢，想抗通膨，想賺點機會財，我的建議很直接。第一，你必須盯住澳洲的能源巨頭，你要明白，澳洲現在就是全球能源的救命稻草。根據2026年3月的最新財報，像 Woodside 或者 Santos 這些公司，雖然股價有波動，但他們的利潤依然驚人，特別是 Santos 的 Barossa 天然氣項目剛剛開始出貨，這簡直就是一台印鈔機。你要看的是公司的現金流和產量，只要全世界還在求着澳洲賣氣，這些公司的底氣就還在。第二，千萬別忽視油的爆發力，這是我今年特別關注的一個走勢，也是很多小白完全沒聽過的領域。現在全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又不想被石油價格勒死，大家都在瘋狂重啟核能，連亞馬遜、谷歌這些科技巨頭都跳過電力公司，直接去簽核能協議了。澳洲擁有全球最大的油儲量，最近澳洲股市裡的油礦股，比如 Paladin Energy， 簡直是漲瘋了，今年初以來漲幅驚人，這是一個未來5到10年的長線大趨勢。第三，我們再看看紐西蘭本地的布局，雖然我們之前批評過政策，但現在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2025年底已經啟動對油氣政策的全面檢討，社會上也重新掀起是否要重啟勘探的討論。政府雖然沒有直接補貼油氣開發，但已經投入數億紐幣在能源安全、電力穩定與轉型項目上。對 Mercury、Meridian 這些本地能源公司來說，這代表政策環境正在鬆動，而對我們本地投資者而言，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但我要提醒大家，投資這件事絕對不是看到漲就衝進去。很多人最容易犯的心理錯誤就是恐高或者貪婪。我看過太多人在能源價格最高點的時候一把火梭哈進去，結果遇到回調就嚇得割肉離場，那種心理上的折磨真的會讓人崩潰。所以我的避坑指南很簡單，就是分批進場，不追高。比如你想投1萬塊，先投2000，剩下的等市場因為技術性調整回落的時候再慢慢補，這叫長線布局，不是賭博。你要做的是那個在風暴來臨前就修好屋頂的人，而不是在風暴中祈禱的人。你要理解政治對金錢的影響是深遠的。今年11月紐西蘭又要大選了，這直接決定了我們的能源政策是繼續自救還是回到老路。這種不確定性就是風險，也是機會。如果你能提前看懂這些博弈，你就能比別人早一步做出反應。我曾經也像大多數人一樣，覺得這些大新聞跟我沒關係，覺得自己只是個渺小的普通人。但當我開始學會把新聞數字轉化為投資邏輯，當我開始用股息來抵消我的生活賬單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不再是被環境隨意宰割的肉，我有了一種防禦的力量。很多人問我，既然現在2026年能源局勢這麼亂，紐西蘭電費又要漲，物價又下不來，我們普通人除了在那邊省吃儉用，為了幾塊錢的差價斤斤計較，難道就沒有一種可以讓我們徹底翻盤，不再被動受困的終極手段嗎？其實答案就藏在你的思維轉變裡。你要明白，在這個資源為王的時代，擁有實物生產能力的資產就是你最好的護身符。我這幾年觀察下來，發現身邊那些真正活得從容的人，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從來不把精力浪費在無法控制的事情上。他們不會去罵政府為什麼不早點開採天然氣，
也不會去怨澳洲為什麼運氣那麼好，他們只會問自己，既然澳洲現在是全球能源的救命稻草，既然油礦價格因為核能復興在2026年已經衝破了100元大關，而紐西蘭這邊卻因為多年缺乏能源投資，被迫重新檢討自己的能源政策，那我應該站在哪個位置才能分到這塊蛋糕？這就是從受害者到掌控者的心理跨越。現在就是約定好的 bonus 時間，這是一個我觀察了很久，幾乎沒什麼人在討論的隱藏版機會，那就是微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 的供應鏈外包商。大家現在都在封核能、搶油礦，但你有沒有想過，未來這幾年不管是澳洲還是全球，要快速解決能源短缺，這種可以像樂高一樣組裝的小型核能裝置才是真正的救星。而在澳洲股市裡，有一些專門提供精密組件或特種材料的小型公司，他們現在還沒被大眾關注，股價還在山腳下，但他們已經悄悄拿到了國際大廠的訂單。這種公司一旦爆發，那可能就是幾十倍的空間，這就是我說的站在錢流動的必經之路。講到這裡，我知道很多人心裡已經心癢癢了，很想知道我剛才提到的那個微型反應爐供應鏈具體到底是哪幾家公司，或者想直接看我目前個人賬戶裡到底布局了哪些澳洲能源股。但我必須說實話，這類投資雖然潛力巨大，但波動性也真的不是開玩笑的。我如果不把背後的財務數據和風險評估跟你講清楚，隨便給你幾個代碼反而是害了你。所以我想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如果你真的對這個隱藏版布局感興趣，想看我把這幾家公司的底細徹底翻出來，請你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我要能源布局，並順手點個讚。只要這支影片的留言和點讚人數達到我們預設的標準，我就會感受到大家的誠意，專門再錄一支影片，把這些壓箱底的錢貨全部公開分享給大家。另外，如果你覺得等不及，或者你想像那些專業投資人一樣，想要第一時間掌握我的所有投資邏輯和每一筆實戰操作，我非常建議你點擊下方的加入按鈕，成為我的專屬頻道會員。在會員專區裡，你可以直接搶先看到我所有的投資方案，我對未來走勢的私密分析，以及我每個月的實盤更新。說真的，每個月的會員費算下來，比你在奧克蘭或基督城市中心隨便買一杯咖啡還要便宜，但這杯咖啡換來的可能是一次讓你資產翻倍的認知升級，這絕對是你今年最划算的一筆自我投資。不過在結束前，我還是要盡到我的責任，提醒大家，影片中提到的所有內容、數據和案例，純粹是我個人的觀察與心得分享，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穩賺不賠的生意，每一筆錢都是你辛苦賺來的，所以請務必根據你自己的財務狀況和風險承受能力來做最後的決定，你自己才是你財富的第一負責人。最後，我想反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在2026年這個能源大變局中，你是想繼續當那個被電費單嚇到的消費者，還是想跟我一起嘗試轉身成為那個分享資源紅利的擁有者？歡迎在評論區大聲告訴我你的想法，不要忘了關注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點讚並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所有需要這份財富覺醒的人。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續製作高品質內容的最大動力。這裡是賺錢角度，我們下期視頻見，拜拜。